Find X5 Pro，OPPO 新出的主打影像的手机，内置了自研的马里亚纳芯片，而且这块芯片就是为影像而生的。还有大明星给它代言，宣传它的影像能力。哦对，还得加上它背后那个传统相机厂商哈苏的 logo。那么作为聊影像的节目，我们怎么能错过它呢？对吧？我们肯定要聊聊它的。不过厂商在发布会上不光说了它的影像能力有多好，还说了它的工业设计，它的做工有多么的好。它的做工多么的贵呀，多么的难啊，反正就是很牛吧。那各位觉得这台手机长得好看吗？如果你觉得它长得好看，打1；如果你觉得它就那么回事吧，或者不好看，打2。OPPO 最近在宣传自己的新手机的时候，会有2点让大家印象深刻，一个是姜文来替他宣传影像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他自己玩命的宣传影像能力。比如说这台 OPPO 新出的 Find X5 Pro， 它的内部就有一颗 OPPO 自研的马里亚纳芯片，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影像能力。还有呢 ，OPPO 为了增加它的主摄防抖表现，在主摄上堆了很多硬件，这使得主摄的体积变大了很多啊。不过感光器并没有变大啊。说到防抖啊，这里我有一点要跟大家嘱咐一下，防抖防的是你拍摄的时候自己手抖，而不是防被摄物体抖。比如说在暗光下，比如说室内啊、晚上啊，你拍摄小孩啊、拍摄宠物啊，这个时候需要高速快门才能给它定下来，才能保证照片不虚。但是防抖呢，并不能提高快门速度，提高 ISO 是可以提高快门速度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在暗光下拍摄这些会动的物体的时候，防抖再好，照片可能还是虚的。那么防抖在暗光下拍摄石头啊、建筑啊这种不会动的物体的时候，那效果还是很显著的。那么 OK，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只不过在这之前，先是鼓励摄影环节，我们会用这台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照片不会说，也不会动，但照片更长久。前面您看到的照片都是这台手机所拍摄的，希望可以在摄影方面给您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想法，也希望您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我们会聊手机、聊摄影、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记得点赞加关注啊，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好好看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Find X5 Pro 后面有3颗干活的镜头，超广角、主摄，还有一颗2倍的中焦镜头。跟上一代手机比，还少了一个显微镜镜头。拍摄界面中有3个焦段切换按钮，对应的就是前面说的3颗光学镜头、超广角、主摄和2倍的中焦。从画面中你们就能看到，切换到2倍中焦的时候，画面稍微抖得厉害一些啊，这是因为它的2倍中焦是没有防抖的。那么咱们先从主摄开始聊。感光器的大小在如今的旗舰手机中不算是很大，有高像素模式啊，5000万像素，默认输出的是像素4合一的1250万，有光学防抖，据说还挺厉害。那咱们后面看样片吧。从第一张主摄的样片上看，成像风格不是那种很艳丽的，相对来说素雅一些啊，尤其是在现在的手机拍摄的风格当中，确实不算艳丽。那么咱们放大中心跟边角，看看它的光学素质怎么样。中心画质还是不错的啊，我已经放得非常大了啊。更不错的是，相对于中心画质而言，边角画质下降的并不明显，这点做的还是不错的啊。不过呢，一个是因为这台主摄的感光器确实尺寸不大，第二个呢是这台感光器已经在 OPPO 的供应商手里打磨了很长时间了，总不能越打磨越差嘛。所以说这个光学素质还是对得起它的打磨时间的。
第二张样片的成像风格也是很素雅的，我相信很多人会喜欢。虽然说浓艳素雅对我来说无所谓，但是我确实发现有一部分人很喜欢素雅的照片。那么中心跟边角画质的情况，中心画质还是没问题的，边角画质相对于中心画质来说下降的还是不明显，而且这回我们放大的是另外一边的边角哦。高像素拍摄有2个选项，一个在拍摄界面上点 50MP， 这种高像素模式呢可以有超广角跟主摄，还有一种呢点更多，进去之后选 UHP 高像素，但是这种拍摄模式只能用主摄拍摄，超广角是没有这个模式的。先说 50MP 拍摄模式，就是5000万像素拍摄模式，在成像风格上跟普通模式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解析力方面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UHP 拍摄模式摁下快门之后要等一等啊，就像在拍摄夜景一样，它的拍摄时间比较长，拍摄出来的样片跟默认模式在成像风格上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解析力方面确实提升了很多。然后再说超广角镜头，如果说主摄的感光器不算大的话，那么超广角的感光器肯定算是很大的了。其实它跟主摄用的就是同一颗感光器，这个尺寸在如今的手机的超广角中真的算是很大的传感器了。但是视角并不是很广啊，差不多等效是15毫米左右，跟那些12啊、11的比起来呢，差的会很远。从成像风格上看，这颗超广角的成像风格跟主摄是十分接近的。那么中心解析力呢也是非常不错的，比较好的是边角画质下降的并不明显，这个是因为这颗感光器 OPPO 的供应商已经打磨了很长时间了。第二呢，是因为这颗超广角的等效焦距并不是很广啊，只有15。再看第二张超广角的样片，成像风格真的是很清新啊，并不浓艳啊。你们喜欢这种风格吗？跟上一张样片一样，中心画质还是不错的，边角画质相对来说下降的并不明显。然后就是前面说的超广角也是有5000万像素模式的，但是它没有 UHP 高清。那么在中心解析力方面没有什么区别啊，跟普通模式比区别不大。那这台手机的微距拍摄就是用超广角来拍摄的。虽然说2倍镜头接近被摄物体也能拍摄微距，但是它是数码裁切的，画面会有损失。如果您想拍摄出解析力最高的微距照片，还得是用超广角镜头来拍。那么这台手机的微距表现就说中规中矩吧，不是非常的厉害。再说2倍中焦镜头，这颗镜头的参数从硬件上说不是很亮眼啊，反正都是那种中长焦镜头的比较小的感光器。但是如果它是个3倍镜头就更好了，是吧？可惜它只是2倍。这颗2倍镜头的对焦效果还是可以的，对焦速度还是比较快，但毕竟它是2倍镜头嘛，这点也不难做。但是从画面中你们就能看出来，因为没有防抖，所以画面还是有些抖的。从成像风格上看，跟主摄比风格还是非常接近的，这点做的还是不错。而且放大看的话，解析力确实是比主摄直接拍要强了很多啊，这毕竟是2倍镜头嘛。但是主摄不是有一个 UHD 高清模式吗？它拍摄出来的解析力也是很高的呀。那么跟2倍镜头比，你还别说，还真是2倍镜头的解析力更高。前置镜头的效果，这长不在，我真是想不起来。就算是我想起来了，其实我也不会说。那么咱们直接看人像拍摄的效果吧。这台手机拍摄人像，主摄跟2倍中焦都可以拍摄。我建议你还是用2倍中焦来拍啊。从人像的成片效果上看，拍摄的效果就说中规中矩吧，肯定不难看，但也不是非常的美，够用了，够用了。直出宽容度的讲解，我们会在对比节目讲的比较细啊。这回不是对比节目，只是单独它一台手机，但是对比肯定会有的。从样片上看，这台手机在大光比的场景下，程序还是在极力保留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可以说直出宽容度做的还不错。那具体跟其他的手机比会怎么样呢？我们对比节目再说。Find X5 Pro 在拍摄夜景的时候是不能关闭自动夜景的，自动夜景一到暗处就会跳出来。老观众都知道，我们是不喜欢自动夜景给我捣乱的，而且它的成像时间跟夜景模式是一样的，而且在很暗的地方，它的成像效果跟夜景模式也是一样的。那既然有自动夜景的加持，成像咱是错不了。而且在这种不是非常暗的环境下，主摄跟超广角的成像质量是很接近的啊，毕竟它们感光器的质量是一样的，只是光圈不一样。那么这个光圈不一样呢，到了更暗的地方就会看出差别。从女流氓小巷这个比较暗的场景就要开启夜景模式拍摄了，因为这里非常暗，而且主摄跟超广角在细节呈现上的差距也出现了。主摄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虽然说超广角也有夜景模式，但是成像是跟主摄没法比。哦对了，这台手机的夜景模式成像倒是挺快的。祖传神树这个场景光线就更暗了，主摄的表现还不错，细节还是很清晰的。超广角的表现就算是及格吧。
最暗的祖传神树 Pro 场景，树的阴影部分是最暗的地方。虽然说有马里亚纳这颗芯片的加持，但是也没有表现出很强的细节展现。超广角的表现嘛，跟其他的手机也差不多。录像的表现，我们的重点是放在多数人使用的默认设置以及多数人关心的防抖表现怎么样。现在看到的是白天走路的主摄表现，防抖是真不错，但是阳光晃的这颗主摄一亮一亮的，一白一白的。超广角在白天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而且这台手机默认的录像镜头就是这颗超广角。虽然超广角是没有物理机械上的防抖的，它只能靠电子防抖，但是白天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2倍镜头在白天的录像表现也是很不错的，清晰度防抖都不错。还有就是这颗镜头也是没有光学防抖的，只是电子防抖，表现还是可以的，在白天的时候。那如果用默认设置的 1080P 放大到5倍，就是数码便捷到5倍来录像的话，清晰度就有所损失了。夜晚主摄的录像表现，尤其是从防抖方面就能看出来跟白天的差距比较大。虽然说这颗主摄在防抖方面做了很多功夫，但是应付夜晚的录像表现跟白天比还是要差一些的。同样的，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清晰度跟防抖都下降了很多。那在女流氓小巷这个比较暗的场景上，主摄的表现可以看出清晰度分辨率还不错，也就是说如果你站着不动拍的话还不错，那如果走起来嘛，防抖的压力还是很大的。超广角的表现跟主摄比，在细节呈现上肯定是差很多的，但是依然比其他手机的超广角在这个场景上表现得更好。也就是说，超广角的大底还是发挥了作用的。工业设计方面，我觉得 Find X5 Pro 长得还是很好看的。厂家说这个造型是多么难，多么的贵，我这个不关心啊。你想靠这个多赚钱那是不行的，但是你说它好看，我认。硬件上，这台手机用的是骁龙8平台的，内置了自研的马里亚纳影像芯片，但是这颗自研的芯片却只支持骁龙，不支持天玑，这个你们觉得是因为什么呢？手机屏幕的表现还算不错啊，虽然说 OPPO 说好屏幕是他们的传统强项，这点我只能说它屏幕的供应商确实是挺厉害的。行吧，那工业设计硬件咱们就说这么多，反正聊这样的节目已经够多的了，够你们看的了。我们下面就总结一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OPPO Find X5 Pro 在影像的硬件上并没有使用最新的感光器产品，但是调教的还可以，这点从主摄跟超广角的光学素质上就能看出来。不过拍摄界面中的5000万高清模式是有点迷的，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在解析力上都没有什么提升，必须去点更多里的 UHP 高清才能发挥高像素的优势，但 UHP 高清又不支持超广角。2倍的中焦表现就算中规中矩吧，不过可惜在2倍上了，你上不了5倍的潜望式长焦，能给个3倍也是好的呀。可惜 OPPO 它就是不给你。夜景的表现对于这个级别的感光器来说还算不错啊，但也不能算是非常的惊艳。从白天到晚上的表现，我都没看出内置的马里亚纳影像芯片的威力。不能说它没有什么用啊，但效果可能还不是那么的立竿见影。录像的表现白天还是很棒的，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还是2倍的中焦都很不错，但是到了晚上呢，防抖的效果就下降了很多。如果自研芯片会慢慢的发挥威力的话，那我希望夜景的录像表现要多加强一下，毕竟比别的手机多了一个影像芯片嘛。哦，对了，我差点忘了，还有它背后的那个哈苏 logo， 我真的给它忘了。OK， 到结尾了，希望看完上面的节目对您在了解这台手机方面有所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记得点赞加关注啊，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